喂，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这一次我们来开箱的是来自 Plum 凝脂的静电容键盘。作为一名前外设发烧友玩过的键盘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薄膜键盘就不用说了各种不同的机械轴体，甚至光轴什么的都有玩过唯独静电容的键盘就还没有上过手。原因呢就很简单，之前有推出静电容键盘的只有2个品牌HHKB、Happy Hacking Keyboard 和任风 Realforce。他们家出的静电容键盘呢，起步价就是1800到2000块钱超级无敌的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去花这个钱。和传统的薄膜键盘或者是机械键盘上面的触点式触发不一样静电容键盘它靠的是检测轴体里面电容值的变化来确认是否按下去所以它不需要按到底也能触发同时因为没有触点也就更耐用据说手感也很好。然后前不久这个凝脂 Plum我也不知道这2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关系，总之就是有国内的厂商推出了一个跟普通机械键盘价格相近的静电容键盘，所以我就把它给买了回来终于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静电容的手感了。OK， 开箱。这个包装设计还是挺简洁的，首先这里有一排这个 Plum 的字样，然后中间这里奶字。我这次买的是108键的全键盘，然后是有线跟蓝牙双模的，然后按键的压力克数是35克的比较轻的版本。开箱这个说明书还是非常简朴的这样子。包装也是相当的朴素，这条线是银色的编织线看起来还是挺高大上的。送了30个增压弹簧，因为它这个默认是35克，然后这一个弹簧是10克，如果你嫌它太轻的话，还可以自己加。拔键器，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设计。没有了。键盘本体，它还配了这个防尘那个罩子。静电容键盘，是真的轻。这个等一下再看。OK，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键盘的本体在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看的话这个键盘给人的感觉就是通体素白朴素这么一个印象，还是挺漂亮的，非常干净利落暂时是这样子，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如果凑近一点看的话，这个键帽的配色就会让人想起年轻人绝对不能碰的过时老土键盘。英文和数字按键是米白色或者说是乳白色，然后旁边的功能按键是灰色这个搭配确实有一点10几20年前的老键盘的味道。反过来 ，Plum 凝脂到底哪个是母公司？4个角都有交电，然后这里是2段式的支架，支架上面也是有交电的，好评。Type-C 的数据线接口，然后3个方向都有可以出现的卡槽不错。看别人的评测，之前的按键的提示灯是在键帽的下方，如果用的是不透光的键帽看起来就不怎么清楚。然后我收到这一款，它指示灯是这样的圆形的小点感觉还可以。因为我买的是有线和蓝牙的双模版本，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蓝牙的开关键按1秒钟就可以启动了。这个键盘可以用蓝牙同时连接3个设备手机、笔记本、台式机什么的然后可以按快捷键快速的切换，还是挺方便的。从键帽的侧面可以看到这个键盘还是有相当多的功能键的实际上看说明书的话可以知道，这个键盘是有相当多的东西可以设置。蓝牙相关的这个功能就不说了它还可以支持兑换 Windows 键跟 ALT 键，用来分别适配 Windows 跟 Mac 系统。Control 和 Caps Lock 键也是可以兑换的，方便使用 Linux 系统的程序员。甚至它还可以设置按键的触发键程毕竟它是通过检测电容值来判定按键是否按下的。它有3个档位，你可以设置到键程很短的快速触发的游戏模式，也可以设置到正常的键程方便打字的模式。总之就是这把键盘的功能很强大，可玩性很高，但是要记住这么一堆快捷键以及这些逻辑也是挺烦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键盘最核心的按键相关的部分了啊，毕竟其他花里胡哨的功能做得再多再好，打字难受的话，那也是母哒母哒的。先来看一下键帽。 键帽是2色成型的，按照官方的说明，这个是 PPT 的材质啊，也就是说用到键盘报废，这上面的字应该都不怎么会掉色了。水口处理的也还可以，正面有一些轻微的磨砂感觉，这个键帽不错做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静电容轴体了啊，中间轴心的部分是一个圆圈的形状，和樱桃的 MX 轴不太一样。然后这把键盘是有加钢板的，敲下去按键还算比较稳。 因为它的轴体里面不光是有弹簧，它还是有胶碗的啊，所以它不是完完全全的直上直下，它还是带有一点薄膜那种感觉，就是啊，刚刚按下去的时候压力大，而按到底之后会轻一点啊，但也不是说那么严重啊，就是比较轻微的有一点薄膜的感觉。它的手感比罗技普通的薄膜键盘，就还是要好上不少的啊，它按下去之后就会比较稳定啊，轴体比较稳啊，就不会有按下去之后好像还晃了一下那种感觉。 同时，它的声音比较低沉啊，比较沉闷啊。对比普通的机械轴啊，樱桃轴的话呢，它声音要小不少啊，比较静音。同时，35克的压力确实是比较的轻，我试过长时间的打字，手基本上也不会感觉到累。对比银轴，还是要轻一点，跟红轴应该是差不多，同时也是可以听到啊，樱桃轴还是要清脆不少，这个比较低沉。 但是凝脂这个静电容轴，我有一个地方不太喜欢，就是它的摩擦感会比樱桃轴要大啊，就是好像有一点涩涩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它的轴体的跟轴框那个接触的面积要大一点，所以按下去的时候很明显那个摩擦力要大一些。总之就是没有樱桃轴这么顺滑啊，偏涩。大键位。 挺稳的啊，没有肉的感觉啊，就是按到4个角啊，也没有说感觉会让压力变大或者是卡顿什么的啊，还是挺不错的。包括空格也是这样子啊，挺顺的。拆开之后发现大键位下面原来是平衡杆，这个东西拆容易啊，要装回去就有点蛋疼了。买键盘的时候还送了几个增压弹簧啊，是10克的，可以增加到45克啊，我们换上去试一下手感。 压力确实变大了，回弹好像变得快了一点，好像变得略微更直上直下了一点，其他手感变化不算很大所以先买35克，如果觉得太轻，再加弹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这个键盘默认空格的手感是特别轻的，加一个应该也会有改善。 确实是不用按到底都是可以触发的配合35克的压力打字会非常的轻松。然后这样这边闪了一下，然后轻轻按就已经不触发了，要按到比较深一点才会触发。这个键程确实是可以调的。然后现在Windows 键也切换过来了，可以切换成符合 Mac 的使用方式就是这个键帽没有单独配，还得自己调换一下。 最后这一次有了这把新的键盘，就终于可以来开箱一下好几个月之前朋友送给我的这一套键帽了好来ASDF， 朋友送给我的这套键帽是装备前线发售，建设局生产的星夜Starry Night， 是非常少见的亮面热升华键帽可以看到整个键帽是 bling bling 的摸上去手感也是非常的光滑很特别，比较少见的。它这里配了几种不同长度的空格键希望这个孔位什么的能对上吧。OK， 那么来更换。这套键帽是 KM 高度的，然后间隔什么的看起来也没有啥问题。
这套键帽配了几种空格，还好这里刚好有一个是能对得上的。OK， 完美。其他的数字字母什么方向键之类的都是一一对应的啊，但是这几个功能键就比较头痛了，它给的都是一些图案啊，这个就要纠结一下子了。OK， 终于换完了。这套键帽看上去其实还是挺漂亮的，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的就是啊，这个键盘的外壳是纯白色的，跟这键帽还是有一点不匹配。手感的话，摸上去挺滑的，挺有意思的这个感觉啊。不过轴体本身的那个涩涩的感觉就还是没有能消掉，看起来跟键帽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它原本的键帽上面是刻有这功能的指示的，比如蓝牙1、2、3什么的，然后换了之后都没有了啊。过了几个星期、1个月之后，可能就不记得这个键盘怎么用了。然后就是功能键方面啊，这一排倒好，基本上还是记得是干嘛的，但是这里音量加减和静音什么的，因为原本没有，所以就只能找了几个换上去啊。过了1个月之后，可能连这些键是干嘛用的都不记得了。但是反正是别人送的，管它呢啊，这个看上去摸上去都挺好的，就这样吧。总的来说，凝脂它这个静电容轴的手感啊，在薄膜和机械之间可能偏机械多一点啊，然后压力比较轻啊，打字也不用按到底就可以触发啊，就是说打字会比较的省力。同时，它打字的声音也比一般的机械键盘要小啊，所以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面使用，同时你的工作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文字输入的话啊，那么这把键盘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当然啊，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可以接受这种按下去有摩擦的涩涩的感觉。凝脂这个轴体的手感并没有能给到我传说中的高端静电容键盘一把退烧那种感觉，它打字的爽快度距离樱桃的红轴或是银轴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差距。当然，凝脂可以把高端键盘的超贵的键盘上面的技术带到几百元的键盘市场这个确实是值得点赞的期待他们后续可以推出手感调教的更好的版本吧。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以及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外设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一王的藏宝阁看一下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